大家好，昨天我们讲了常规坐标、对数坐标以及趋势线的应用，实战应用。那这一节我们讲什么？我们讲阻力、支撑，还有成交量。成交量分两种，时间成交量以及价格成交量。那好，我们先把磁铁打开，然后水平线，然后再盘整密集的区间，随便单击，这样的话一个支撑线、阻力线就画出来了。大家可以明显看到什么？支撑住它就会上来，支撑不住跌破它就会掉下来啊。所以说支撑线、阻力线是一样的啊，它并不一定会支撑住，也并不一定它一定是阻力啊，所以一定要变通的看这个问题，看什么情况。所以说像这种位置都是开仓的好时机啊，无论你是做空还是做多，因为什么？你的亏损是确定的，短止损非常好做啊。你就比如说这个位置，你继续开空，你也亏不了多少钱，或者是开空，然后人家反弹上来，你可以马上一键反手，然后把止损位放到这下面，就即便是它再下来，你也亏不了多少。但是你要放在半山腰上，那就不一定了。所以说阻力、支撑一定要想明白、想清楚，不是单纯的阻力，顾名思义那个地方突破不了，或者是支撑位它是支撑，所以说不能跌破，不能这么想，它随时都是切换着的。也就是说阻力突破上去了，它就变成支撑，支撑跌破了，它就变成阻力。那这里头还有一个什么问题？我们可以看成交量，支撑位往往都是什么？成交量比较多的地方啊。你像我们经常看的这个下面的成交量，这个是时间成交量。比如说这儿2022年11月8号成交量非常大啊。你像这儿2022年5月12号成交量也是非常大。这应该是 Luna 事件，这个是 FTX 事件，然后这边呢应该是三箭资本暴雷。所以说我们成交量一个是关注这个时间成交量，还有一个什么价格成交量。也就比如说从这儿到这儿，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儿扩大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出什么？这个区域成交量是最多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价位成交的比特币数量是最多的，所以说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阻力支撑位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什么？在这个区间拼命的纠缠，然后撑不住跌破以后怎么样了？不，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啊。你像高点相对高点区域，我们也可以测一下。这个区域成交量最多，然后跌破这下边成交量也不少，但一旦跌破这个位置以后怎么样了？一下子掉下来。同理啊，我们再把它延长，大家可以发现什么？这个区域顶上来踩住，然后这个价格成交量密集区
企稳以后怎么样了？连续向上，然后下边的成交量也是一样的啊，缩量上行，只有底部区域它才会放量，或者是顶部区域放量。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支撑阻力互换的关系啊，然后我们再画一条支撑线。同理啊，踩住上来，跌破下来，这边也是一样啊。你看这个阻力支撑位，去年一整年7月份在这儿磨蹭了很久啊，就是突破不上去这个322的价格区间，然后它就怎么样回调，然后等再上来一下子突破上去。所以有时候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？这种阻力支撑位它跌破或者是突破的时候，它是一气儿打上去啊。像这种磨蹭很长时间的，往往怎么样？突破，失败以后还是会掉下来。然后还有一个1、2、3，第4次就很容易突破上来，通常啊。然后还有反过来，你1次、2次、3次，1次、2次、3次撑不住，然后就跌下来。所以阻力支撑位还有时间成交量、价格成交量需要大家清楚啊。光把这一个问题理解清楚、应用好，你在交易当中也会很受用啊。那好，这一节就讲到这儿，晚上再见。